在东海的沙滩上，一位显得精疲力尽和憔悴的中年女性正忙着向游客们派发传单，被一个脾气暴躁的女游客不屑地甩开，自己辛辛苦苦的工作竟然遭到轻视，她感到很生气，心里乱成一团。她情绪失控，拿起了刀，向那个轻蔑她的女游客走去，猛地抓住她的头发，毫无表情地捅了好几刀。这个妇女其实被邪恶的灵魂占据了。让我们的时间倒流20年，东海边的贵阳镇是个小村落，村子里正在举行一场重要的祭典，长辈们叫华平来帮忙，但华平当时正沉迷于看电视，爷爷不停地呼唤他，华平只是把电视声音开得更大。爸爸被激怒了，对华平大声斥责。华平突然说，后面有个姐姐在爷爷身后，虽然其他人看不见，但他的眼睛透露出恐惧。原来华平出身于一个巫师家庭，他能看到其他人看不见的事物，人们称他为通灵者。父母始终让他隐藏这个能力。1年1度的渔祭开始了，人们围绕着海边唱歌跳舞，华平却蹲在一旁不愿参与。这时华平的叔叔走了过来，讲给华平一个关于朴日图的故事，讲述了鬼魂附身的前因后果。当夜晚的星神祭落幕，几个壮年男子把明灯放入海中，就在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华平的叔叔突然掉进了水里，众人齐心协力将他救上岸，但他开始做出奇怪的动作，看着他疯狂地抓着自己看不见的右眼，甚至用刀子刺向了自己的父亲。人们把他拉开之后，他的右眼变成了一片漆黑。当他母亲出来斥责他时，他却把刀子刺进了自己的眼睛。他转过头，华平也走到了门外，目光定格在叔叔身上，他们四目交汇，叔叔突然放声大喊，紧接着华平就昏倒了。接下来的几天，华平的右眼失去了视力，他一直虚弱无力。就在那个夜晚，华平的母亲寻找消失的华平时，从此再未归来。第二天，人们在海里找到了姨母的尸体。不久后，华平的奶奶也神秘死亡。华平的父亲开始怀恨在心，爷爷请来镇上的巫女为华平驱邪，巫女也遭受了华平身上恶灵的伤害。他临终前告诉华平的父亲，只有杀掉华平，才能消灭他身上的鬼魂，家里才会恢复平静。但华平的爷爷没有放弃，请来了2位神父。神父们认为华平只是被家人虐待，一位名叫崔尚贤的神父出于同情，把他自己家的地址告诉了华平。在他即将离开之际，华平突然拉住他说了句醒吧。崔尚贤离开华平家后，脸色大变，他面色苍白，步履飘然，走路的姿势也变得不再端正。他告诉另一位神父晚上要回家，然后急忙离开了。回到家，他向父亲坦白不想成为祭司。当晚家里的狗不停吠叫，他冷酷地用棍子打死了狗。再次回到家中，他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父母。另一方面，华平的病已经痊愈，他的眼睛恢复了视力。原来恶魂已经附身到崔尚贤身上，但他的父亲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祸害，竟然打算杀死他。幸好华平的爷爷及时赶到，抓住了华平的父亲。华平趁机逃了出去。华平不知道去哪里，他想起了口袋里的崔尚贤的地址。当他走到崔尚贤家的路上，他感到事情不妙，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而崔尚贤在杀害了自己父母之后，补习班打电话来了，说我弟弟崔宇没去上课。我这才想起家里还有他。弟弟也看到了这一幕，我急忙把门锁上。崔尚贤在外面猛撞门，当门被撞开时，我找到了藏在床底的弟弟。突然的敲门声让我不得不中断，是江吉英和他的妈妈路过。他的妈妈是警察，他们看到我站在路边就上前询问，他们知道前面的屋子里有异常。他妈妈独自一人前去，敲门声正是他发出的。他借口要喝水，进入了崔尚贤家，趁崔尚贤去洗手间的空隙，查遍了整个房间，发现了遇害的2位。2次搜查时，找到了藏在床底的崔允。就在这时，崔尚贤回来了。崔尚贤和江吉英的妈妈开始打斗，崔允趁机逃了出来。江吉英在外面等着他妈妈，心急如焚。他的妈妈已经被崔尚贤杀害。那3个经历悲剧的孩子们都已长大。尹华平现在是一名出租车司机，他开出租车的目的是为了寻找被恶灵附身的崔尚贤。尽管灵力不如小时候强了，但他还有一丝灵感。一天晚上，他仿佛看见有人在水库排水口处放下了一具尸体。第2天，他去了事发地点并报了警，他希望能借此线索找到崔尚贤。长大的江吉英也成了像他妈妈一样的警察，他恰好负责这个案子。警察觉得尸体的情况很奇怪，尸体竟然有海水。江吉英知道有个出租车司机在调查此事，他把他列为了嫌疑人。另一方面，华平已经找到了金荣秀的地址，金荣秀和那具尸体是同一家公司的。他在下雨天被派去清理排水口，不幸遇难。最重要的是，公司并没有赔偿。华平向金荣秀展示了崔尚贤的照片，金荣秀对此反应强烈。看到金荣秀的状态不好，华平只好先离开。在临走之前，他把联系方式留给了金荣秀的妻子。他刚从金荣秀家出来，就遇上了江吉英，被他带到警局接受了询问。他向江吉英坦白自己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但是江吉英并不信任他的说法。在警局里，他似乎再次看到了金荣秀的家，家里已经成了凶案现场。他从警局匆匆赶往金荣秀家，又一次碰到了江吉英。江吉英也感到金荣秀家的异样，
决定重新调查，发现金荣秀家的门敞开着，他们进去了，发现金荣秀的妻子已经被杀，女儿下落不明。他们走出房子，却看见金荣秀在楼下平静地看着他们。夜幕下的小镇上上演着追逐，江吉英和华平追着金荣秀跑到了一个天台，三人在天台上扭打，最终金荣秀被制服，他躺在地上无力地动弹。他告诉他们自己杀妻杀女的经过，江吉英忍不住想要打他，华平拉开了他，看着金荣秀瘫倒在地，华平提出要背他下楼，然后开车去警局，江吉英同意了。当江吉英捡起作案的刀时，华平把天台门锁上了，他反而带着金荣秀去了陆光的算命铺。陆光本来不想让他们进，但华平坚持不懈，无法说服。陆光还叫来了2位祭司，为金荣秀举行了驱魔仪式。年长的神父主持着仪式，崔允作为他的助手。崔允是那个因恶灵附身毁掉家庭的崔尚贤的弟弟，现在的他冷酷无情，显得很不近人情。驱魔仪式进行中，金荣秀不断揭露神父和崔允过去的黑历史，试图挑衅他们。神父担心崔允被邪灵占据，让他离场。这时江吉英赶到了现场，大家都在试图阻止江吉英。神父出来宣布驱魔成功，华平就让江吉英带他走了。江吉英正要起车，华平忽然看到金荣秀的脸色，听到他说了句话，华平恍然大悟，自己还是被恶灵缠身。他急忙告诉江吉英要小心金荣秀的眼睛。审讯时，周围突然飘来一股鱼腥味，金荣秀竟然喝下了1大桶水，接着出现了异常情况。当大家以为金荣秀快要坦白时，他突然拿起旁边掉落的东西，疯狂地往自己右眼扎去。大家赶紧把他送医院。刚离开医院，江吉英又碰到了华平。华平再次对他说，他能看见哪些人身上有鬼，并且这几年的怪异凶案不断，警局却一直未能破案，这些凶案都是被鬼上身的人所为。他还告诉江吉英，他看到金荣秀的女儿还活着，但不知她被关在哪里。在医院，江吉英向同事了解情况，他开始相信华平的话。江吉英走进金荣秀病房，向被恶灵控制的金荣秀询问为何害他的善良无辜老板。华平继续问及女儿的下落，被恶灵占据的金荣秀无法回答。华平想找人给金荣秀做驱魔，却得知做过驱魔的神父已自杀。陆光坦言自己法力有限，但提到崔允的驱魔非常出色。华平于是去殡仪馆找崔允，但崔允拒绝了他。没办法，陆光只好自己来，结果出现了意外，陆光被反噬，吐血了。他惊恐地看着华平，表示他见到那东西是从海里来的。就在这时，崔允闯了进来，他前一夜做了个梦，梦见血淋淋的韩祭司责问他为何接触华平，同时告诉他那鬼还没消失。教堂的神父这时来了，表示哀悼。他对崔允说，他们的任务只是帮忙解决难题，并不是要做驱魔。主祭司的神父因压力过大选择了自杀。崔允听了这话，为主祭司辩解，决心继续走这条路。他要求医院内的人都不要进入病房，开始进行驱魔仪式。华平和江吉英再次赶到金荣秀家，搜索导致金荣秀被附身的物品。金荣秀身上的鬼使华平的灵力受影响，华平开始被迷惑，对江吉英动粗。江吉英将他击昏后，华平才回归正常。他们找到了附身的媒介，把它销毁了。医院里的驱魔仪式进行的并不顺利，崔允也不断受到迷惑和伤害，但他仍坚持驱魔。发现金荣秀身上的恶魔背后还有更邪恶的存在，他让金荣秀透露幕后主使。金荣秀喊出了朴日图的名字，崔允仿佛真的见到了朴日图，开始产生幻觉。驱魔使他汗流浃背，清醒后，崔允用尽力气驱逐了恶灵。金荣秀吐出大量水，意识开始恢复清晰。崔允不出病房，他此时面色苍白，浑身是汗，告诉陆光他们金荣秀会说出女儿下落。江吉英和华平按金荣秀提供的地址找到了女儿，女孩受到惊吓，哭着扑进江吉英怀里。驱魔仪式成功后，崔允去医院探望金荣秀，看到金荣秀的状态，确定他已经没有恶灵，对金荣秀说了几句安慰的话，然后他便离开了，前往已故主祭司韩神父家中整理遗物。尹华平也在医院，他在金荣秀女儿的病房里，看着女儿对父亲充满恐惧，于是给他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希望女儿能够原谅父亲，未来能和父亲和睦相处。他离开病房后遇到了江吉英，江吉英也是来探望金荣秀女儿的，听到尹华平与女儿的对话，决定在门外等待，不打扰他们的交流。江吉英邀请尹华平共进晚餐，饭桌上尹华平才逐渐发现江吉英的女性特质。随后尹华平拜访了韩神父的住所，他前去是为了向崔允表达感激之情。两人简短交谈后，尹华平告辞离开。尹华平忽然想起金荣秀被附身时提到崔神父会去找弟弟，而崔神父正是被朴日图附身的崔尚贤。尹华平借了陆光的车，急匆匆地驶向他一直不愿回头看的家乡。他驶向了东海边的贵阳镇，目的是寻找被朴日图附身的崔尚贤。回到家时，看到年迈的爷爷已经憔悴许多。尹华平与爷爷共进晚餐，邻居拜访来请爷爷喝酒，但见到尹华平在家，他们受到惊吓，急忙离开。
原来镇上的人们仍对尹华平小时候的附身事件心存恐惧，尹华平的父亲也因为他而离家出走，从此再未归来。晚上，爷爷看着突然归来的尹华平，内心难免有些不安。回想起尹华平小时候被附身，身上满是捏出的淤伤，爷爷等尹华平睡着后，检查他身上并无新的伤痕，这才稍感安心。而尹华平梦见爷爷被崔尚贤塞进袋子里，爷爷脸上满是血迹，还不断嘱咐尹华平赶紧逃跑。这场噩梦将尹华平惊醒，醒来后看到爷爷安然无恙地睡在身边，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第二天，尹华平去了崔尚贤过去的家，打听崔尚贤弟弟的下落。之后又去了孤儿院了解更多情况，得知崔尚贤的弟弟在高中时就被领走了，而且弟弟小时候可能因遭受打击而行为异常。就在那个晚上，尹华平再次目睹了凶案现场，他急忙前往警局找江吉英，将自己所见告诉了他，但江吉英依然持怀疑态度。尹华平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受害女性的特征，他请求江吉英查一下失踪人口记录，以此来决定是否相信他的话。江吉英在失踪人口名单中确实找到了那名受害女性，于是开始着手调查这个案子。与此同时，尹华平因目击发现凶手是个出租车司机，而且出租车上还挂着一个猴子玩偶。他开始暗中检查每一辆出租车。好几天过去了，尹华平和江吉英都没取得任何进展。就在今天，他接了一个订单，送一位客人回家。他在路上看到一辆正在送外卖的摩托车，有种不祥的预感，于是让乘客下车，自己驾车开始追那摩托，结果还是让他跑掉了。不过运气好，碰上了那辆挂有猴子玩偶的出租车。他想透过敞开的车窗再看看出租车内的情况，却见司机突然把车窗关上了。尹华平只能隔着窗户听到里面传来的音乐声。为了迫使出租车停下，他故意撞了一下那辆出租车。下车后，尹华平连声道歉，希望司机能下来。但出乎意料的是，司机突然加速，似乎想要撞死尹华平。尹华平侥幸躲过了这一劫，但他依然紧追不舍。为了迫停那车，他持续撞击那辆出租车。在这个过程中，2辆车都冲出了车道，撞上了路边的杂物。尹华平被撞晕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出租车司机已经消失了。尹华平打开后备箱，里面发现了一个被杀害的女孩。就在他给江吉英打电话时，出租车司机持铁棍朝他猛击。当司机再次举起铁棍准备终结尹华平时，路上出现了其他的车辆，出租车司机匆忙上车逃走了。尹华平又一次苏醒，发现自己已经在医院里了，还能听到陆光在一旁哭泣。他看到陆光在一个重伤者面前哭诉。尹华平为了尽快找到凶手，不顾自己的身体离开了医院，继续寻找线索。江吉英和尹华平查看了他车上的行车记录，他们发现这辆出租车是非法运营的。尹华平希望能和江吉英一起找线索，抓到那个被附身的凶手。江吉英还是认为尹华平没有足够的证据，这让尹华平非常生气。尽管江吉英不相信他，但他还是默默地继续找证据。同时，他也骗他的前辈一起来调查。他们来到了一个废弃的车场，经过一番询问后，他们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在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鬼鬼祟祟的男人。2人立刻追上去，把这个男人带回了警局审问。这个男人好像有精神问题，总爱自言自语，显得很神经兮兮。江吉英没耐心继续等了，他直接拿出几张失踪女孩的照片，询问那男人是否见过这些女性。前辈这才明白他不是来抓非法营运的。江吉英还是坦白了自己的真实目的。前辈命令江吉英放那人离开。晚上，江吉英发消息给尹华平说找到那人了，但他让尹华平告诉他最后看到受害者的地点，这样警方才能立案调查。尹华平担心警方介入会让受害者更快遇害，他不愿透露相关情况。2人的立场都很坚定，但为了案件能继续，最后双方都让步了，互相告诉了想知道的信息。第二天，尹华平和陆光也去了废车场，表面上是去修车，实际上是为了找那个附身男人。他们在修理厂闲逛时，看到一个人不停地挠自己，像尹华平叔叔以前那样，这让他们起了疑心。那男人耳机里传出的是尹华平之前听到的音乐，尹华平确认了就是他，他就是那个附身的男人。尹华平发现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自己要找的附身者。尹华平和陆光上前想抓住他，这时废车厂的老板崔明上赶来问个究竟，问他们为何要抓自己的弟弟崔明九。2人向崔明上透露弟弟被附身的事，但崔明上不信这一套，把他们赶出去了。尹华平担心弟弟会再犯案，让陆光在那边守着，希望找机会说服崔明上给弟弟做驱魔。尹华平在崔明上那看到了一份杂志，杂志上的人物是小时候帮他驱魔的神父，他决定去教堂找这位神父。另一边，江吉英找到了最后一名受害者安优美，确认他还没回家，这再次证实了尹华平的话。江吉英为了这案子还和前辈闹翻了。神父吃惊地看到尹华平找他，尹华平向神父了解崔明上兄弟的事，并询问有无崔尚贤神父的消息，但尹华平得到的是否定回答，他感到非常失落。晚上，崔明九在崔明上办公室突然变得很暴躁，
这下到了崔明上，他悄悄地溜出了办公室，陆光一直在门外等着他，趁机说服崔明上答应给弟弟做驱魔。被自己弟弟吓到的崔明上也就同意了。江吉英再次来到安优美弟家，出乎意料的，他发现安优美已经平安回家，其他失踪的人也都陆续回家了。江吉英打电话告诉尹华平这些情况，并且告诉他不再相信他说的话。尹华平带着崔明上去找崔允，希望崔允能给崔明九做驱魔。看着崔明上真诚的请求，让崔允想起了自己的哥哥，虽然原本不同意，但他决定为崔明九做驱魔仪式。奇怪的是，崔明九对十字架没反应，崔允因此判断他没有被附身。正当他和尹华平在废车场争论时，天空突然飞来很多乌鸦，这让他们确信崔明九确实有问题。他们决定再次尝试为崔明九驱魔，但崔明九对驱魔咒依然无反应。就在这时，灯突然熄灭了，崔明上去查看灯泡，尹华平见崔明九没反应，就拿出崔尚贤的照片问崔明九，但还是没反应。崔冲却质疑尹华平为什么会有这张照片。在一片黑暗中，崔明九挣脱束缚逃跑了，他拿刀抵在崔允脖子上。尹华平希望崔明上能劝阻他弟弟，但崔明上的反应很奇怪，原来真正被附身的是崔明上，不是崔明九。因为误判，他们被轻易制服，然后被捆绑扔在一旁。另一边，江吉英和前辈吃饭，他注意到有人即使在炎热的天气也穿长袖，感到好奇。他想起安优美也穿着长袖，尹华平曾说他见过那些女人被绑着手，他开始怀疑安优美可能在隐瞒什么。于是他又回到安优美家，检查她的手腕，发现却有束缚的痕迹，所以询问安优美具体发生了什么。安优美说她逃跑时，绑架者威胁她不许报警，否则就杀了所有人。而根据安优美的说法是，绑架的人是2个人，其中一个开车爱自言自语，另一个躲在后备箱里。在他下车后，就把他捆起来，塞进了后备箱。江吉英终于确信了尹华平所说的，明白了凶手其实是废车场的那对兄弟。他立刻给尹华平打了个电话，把安优美告诉自己的情况转达给了他。但是他不知道接电话的却是崔明上。此时的崔明上已经下定决心要去杀掉安优美。在崔明上和崔允对话的过程中，尹华平意识到崔允就是自己一直在找的崔尚贤的弟弟。就在崔明上准备对尹华平动手的时候，江吉英及时赶到了现场，救了他们一命。不过不幸的是，崔明上逃掉了。当大家都在追问崔明九关于他哥哥藏身之地的时候，江吉英突然想起了自己之前打给尹华平的电话，他意识到崔明上其实是去杀安优美了。江吉英和尹华平急忙前往安优美弟家，却被告知安优美去买糖给女儿还没回来，他们便驾车四处寻找安优美。而这时，安优美已经不幸遭遇了崔明上，两人在街道上展开了一场追逐。就在安优美以为自己快要安全到达家门口时，突然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原来崔明上早已在他家门口等着。安优美被崔明上带到了他母亲家的地下室。江吉英和尹华平再次来到安优美弟家，看到门外一片混乱，意识到他们又一次来晚了。江吉英让已经赶到废车场的前辈去问崔明九他哥哥藏在哪里，但是崔明九因为害怕不肯说出来。于是崔允用对哥哥的爱来劝说崔明九，崔明九最终还是透露了他哥哥的藏身之处。就在崔明上准备杀死安优美的关键时刻，江吉英和尹华平赶到并将他制服。江吉英把崔明上带上了车，准备押送回警局，但尹华平希望江吉英能给崔明上一个进行驱魔的机会。江吉英出于对崔明上自杀的担忧，也就同意了。就在尹华平给崔允打电话的时候，他们发现崔明上已经把自己锁在车里了，用牙齿咬破了自己的手腕。尹华平和江吉英在车外非常焦急，更可怕的是，崔明上用前排座椅的靠背刺伤了自己。尹华平和江吉英亲眼目睹崔明上在自己面前死去，江吉英心里感到非常沮丧。看到崔明上的母亲对儿子的死漠不关心，他为崔明上感到惋惜，因为对母亲的恨把自己变成了恶魔，实在是太遗憾了。处理完崔明上的事情之后，尹华平去了面摊吃饭，江吉英把买来的绷带送给了他。尹华平收到了他的感谢，他很感激他及时出现，挽救了他们。尹华平向江吉英透露了情况，崔允请求见他一面，但江吉英对神父印象不佳，所以他选择先离开。尹华平与崔允在楼顶相见，他们聊起了崔尚贤，也就是崔允的哥哥的种种往事。尹华平透露，崔尚贤之所以杀害自己家人，是因为他被邪恶的普日图附身了。被附身的金荣秀还提到，崔尚贤也就是被朴日图附身的人会来找他。尹华平希望崔允能帮助自己一起捉拿朴日图，但崔允不愿意信这一切，他也不想与尹华平合作。崔允说完这些就转身离开了。当晚，崔允独自待在房间里，他看着家人的合照，回想着尹华平所说的话。在外面，尹华平坐在车里，注视着崔允的房间，静静地等待朴日图的出现。在遥远的家乡偏僻山上，有人发现了一副骷髅。第二天，崔允发现尹华平在车里睡着了，他正想去叫醒他，这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者是梁神父。
曾与哥哥一同为尹华平做过驱魔。梁神父告诉崔宇，他哥哥崔尚贤的遗体被找到了，山上发现的骷髅正是崔尚贤。原来崔尚贤在20年前就已自杀身亡。这个消息让尹华平和崔宇都感到震惊，他们急忙回到老家寻求真相。尹华平去向发现尸体的水果商打听详情，但一无所获。崔允在梁神父的陪同下确认了哥哥的遗体。就在他们准备离开警局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个叫朴红珠的奇怪女人。她表面上和气，但实际上性情暴躁。她坚持要求警局长将这件事压下不公开。在朴红珠愤怒之下，警局长只好勉强答应。梁神父带崔允去吃饭，在饭店里，他们无意中听到人们谈论崔尚贤杀害家人的事，并且用恶劣的言语辱骂他的家族。崔允虽然气愤，却也无能为力。那天晚上，崔允在送梁神父回家的路上，向梁神父询问了哥哥被附身的细节。梁神父终于把当年的经过详细告诉了崔允。这时崔允才明白，原来哥哥体内的朴日图是从尹华平那里转移过来的。尹华平此刻在爷爷家中，他为爷爷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但爷爷得知他仍追踪朴日图，十分生气，坚决要求他放弃寻找，建议他过平淡的生活。尹华平却不肯依从，他誓言要找出朴日图，以免他再伤害他人。爷爷气愤地翻了饭桌，尹华平也不高兴地离开了。晚上四下无人时，尹华平潜入案发现场，搜索可能的线索，意外地在那里遇见了崔允。崔允正站在哥哥自尽的地方，他想象着哥哥最后的时刻，想到自尽的画面，感到悲痛。崔允见到尹华平，便开始追问，是否朴日图是从尹华平传到哥哥身上，他是否一直知情，却从未告诉过崔允。两人争执之际，江吉英突然出现，他带他们到崔允昔日的家，向他们透露，之前遇害的女警就是他母亲。两人对此都感到震惊。江吉英质问崔允的时候，尹华平告诉他，崔尚贤是被东西附身，那个东西原本在他身上。更重要的是，他母亲死因是因为误以为他是个受虐孩子。那时他正站在路中央，而尹华平也感觉到那房子里有种诡异的气氛，但因为害怕，他没敢进去，而他母亲却独自走进去了，就是这样丧命的。听完尹华平的话，江吉英愤怒地打了他一拳，然后驾车离去。回到警局，江吉英告诉上司他找到了杀母仇人，但那仇人已经死了。前辈看着伤心的江吉英，不知如何是好。同时，尹华平也回到了爷爷家，爷爷已躺下休息，却还醒着。他对尹华平说，尹华平是他唯一的挂念，他希望尹华平能安安全全的生活。第二天是崔尚贤遗体火化的日子，尹华平赶到了殡仪馆，在那里又遇见了崔宇。崔宇问他，这么执着于追寻朴日图是否值得？尹华平回答说，为了防止更多人受害，他必须继续寻找。这次崔允同意与尹华平联手，两人决定共同追查真相。葬礼结束后，他们重回日常生活。随着时间推移，江吉英接手了新的案件，受害者至今仍然下落不明。警方找到了受害人的前女友，但她的状况似乎很不稳定。她声称已经和受害者分手，很久未联系。这名女子离开警局后，她去了教堂，在教堂里，她向神父倾诉苦楚。接待她的正是崔允。她对崔允说，有时候她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还会和陌生人发短信，而这些人都是通过别的男人认识的。崔允请求查看他的短信，但他突然发现短信全都消失了。崔允觉得他可能是精神压力过大，建议他去医院进行检查。在女子准备离开之际，崔允询问他是如何认识那个发短信的人的。女子回答说是通过朴日图认识的。崔允听后大吃一惊，急忙去找尹华平，向尹华平讲述了全部经过。两人决定去找这名女子，结果发现她已经受到蛊惑，正拿着刀想要报复曾经欺负她的人。尹华平及时夺走了她手中的刀。女子突然高声尖叫，引来了周围人们的注意。周围的人误以为是尹华平和崔允在欺负她，于是上前阻止两人。女子趁乱逃回了自己家中。这时，江吉英因案件疑点来到了女子家，在那里看到了尹华平和崔允，他立刻向两人追问。正在这时，那名女子跑了下来，但她的手腕已被割伤，血流不止，血迹横飞，周围的人都被吓散了。尹华平和崔允被警方带回警局接受调查。尹华平的谎言被戳穿，警方随后将两人拘留。江吉英和他的前辈高官急忙把这名自残的女子，也就是金允熙送往了医院。就在金允熙清醒后，江吉英故意问他是不是他女朋友杀的人。金允熙一下情绪爆发，大喊着说不是他做的。护士把他们俩推出了病房。护士出来的时候转告江吉英，男朋友在停车场在等。他们立刻驾车赶往家的停车场。路上，江吉英突然觉得这是金允熙的诡计，让高警官去停车场，自己则返回医院。江吉英刚回医院，护士就说金允熙失踪了。高警官在停车场的车里找到了男朋友的尸体。金允熙离开医院后去了男朋友公司，公司里只剩一个加班的员工。金允熙刺了那个员工一刀，告诉他说明天9点前要杀光他们。江吉英发现金允熙不在，急忙去警局找尹华平。
尹华平也目睹了金允熙刺人的一幕，他也受到他身上恶灵的影响。崔允发现尹华平不对劲，上前问情况，却被尹华平掐住脖子。多亏江吉英及时赶到，尹华平才恢复清醒。江吉英带他们离开了警局。尹华平也把所见告诉了江吉英。江吉英得知金允熙的位置，叫上高警官一起去。尹华平和崔允没被告知金允熙位置，自己去金允熙家查附身原因。在找证据的过程中，尹华平发现一本和废车厂兄弟一样的《分享之家》册子。这时金允熙的朋友来他家了，朋友对2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很惊讶。尹华平解释了他们的来意，问他金允熙最近有没异常。朋友说金允熙跟男朋友感情好，但男朋友被公司人欺负，精神压力大到自杀，她自己也怀孕了。尹华平他们终于明白金允熙附身原因，明白她为何要去男朋友公司复仇。2人急忙往男朋友公司赶。江吉英和高警官已经到了，他们分头搜索，一个前门一个后门。这时尹华平又受金允熙影响，眼神呆滞，口哨声和金允熙一样。崔允无论怎么喊都叫不醒他，车也开偏了。就在他们快要跟对面来车相撞时，对面车灯的亮光把他惊醒，这样才避免了一场车祸。尹华平让崔允打电话给江吉英，告诉他高警官也受到了攻击，嘱咐江吉英暂时不要进入现场。但是江吉英一听到前辈遭遇危险，就急了，他迅速挂掉电话，匆忙向现场冲去。江吉英在办公室里发现了受伤的同事，他开始寻找东西为受伤的同事止血，但这时候金允熙已经盯上了他，2人爆发了激烈的斗争，结果江吉英被打昏了。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和其他人被金允熙带到了一个空旷的地方。就在金允熙准备杀掉他们的时候，尹华平和崔允赶到了公司。金允熙听到了崔允神父的声音，感到非常害怕，就想逃跑，但尹华平和崔允发现了金允熙，紧追不舍，他们设法将他制服。尹华平随后返回公司解救江吉英和其他人，而崔允则带着金允熙去进行驱魔仪式。就在崔允把金允熙绑起来准备开始驱魔的时候，崔允被金允熙迷惑，产生了幻觉。幸好尹华平和江吉英及时赶到，否则崔允就会松开绳子让金允熙逃走了。但是驱魔过程并不顺利，金允熙的求生意志非常薄弱，附在他身上的鬼魂也不肯离开，因此尹华平和崔允用他肚子里的孩子和他与男友的合照来鼓励他，最终他们成功驱逐了他体内的鬼魂，这次驱魔也宣告成功。事后3人聚在一起，江吉英告诉他们，他决定加入他们一起寻找朴日图，但崔允不同意，他觉得太危险了，他不想让江吉英再次置身危险之中。尹华平却对江吉英的加入感到很高兴。尹华平开车送江吉英，在车上向他道歉，说如果不是因为他当时在场，他的母亲也不会有危险。江吉英也明白了母亲义无反顾赴险的原因。崔允回到了教堂，因为金允熙近期出现了自杀倾向，教堂决定暂停崔允的驱魔工作。崔允后来找到了梁神父，询问梁神父是否在驱魔时遇到过幻听或幻觉。梁神父得知情况后，劝崔允暂停驱魔工作，但崔允为了找到朴日图，不愿放弃自己的职责。同时，崔允向梁神父了解分享之家这个组织，但梁神父认为这与朴日图没有关联。崔允在翻看分享之家的资料时，注意到了一个人，那就是朴红珠。尹华平和陆光再一次来到了发现崔尚贤尸体的地方，希望能找到与朴日图有关的线索。结果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另一具尸体。警方介入调查后，他们才知道这是20年前有关女高中生失踪的女生，也是江吉英母亲办理的最后一件案子。尹华平告诉江吉英，希望他能帮忙找一下线索。因此江吉英返回了自己的家，他打开了妈妈留下的遗物，希望找到一些线索。与此同时，事情发生以后，警察局的局长又拨打电话给朴红珠，询问该如何处理这个事件。朴红珠却让他自己去解决。挂断电话之后，他开始变得焦躁不安，但是他确信这个女人不简单，一定隐藏着人们不知道的秘密。江吉英通过母亲的笔记本得知了关于女高中生失踪案的信息，他独自一人前往贵阳镇的警局去询问现任局长，也是他母亲的前下属，但局长告诉他这只是一起失踪案，而并非他母亲所记载的谋杀案，还告诫他不要再提起朴红珠是当年的嫌疑人的事情。江吉英离开警局后遇见了尹华平，尹华平从崔宇那里得知所有的附身案件的时间线都与朴红珠的行踪吻合，他认为朴红珠肯定与朴日图有某种关联。江吉英还告诉他，女高中生谋杀案的嫌疑人就是朴红珠，这让尹华平对朴红珠的怀疑更深了。崔云也开始怀疑朴红珠所在的分享之家组织，于是他来到贵阳镇的教堂寻找梁神父，向他询问关于朴红珠的事。崔允向梁神父表达了自己怀疑朴红珠是附身者的猜想，但梁神父认为这不可能，因为朴红珠经常会来教堂祈祷，他觉得一个附身者是不敢来教堂的。尹华平和江吉英则来到了失踪女高中生贤珠的家，他们向她的家人询问情况。晚上，崔允在教堂外等待，他亲眼目睹朴红珠走进教堂，虔诚的祈祷。
于是崔允决定在外面等待，想等他出来再进行一番探寻。但朴红珠应对自如，没有露出任何异样。同时，尹华平和江吉英得知了一件事：一个曾在女高工作的保安说过，他曾亲眼看到朴红珠和贤珠见面。不过后来他改变了之前的说法，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于是两人决定去精神病院找这位叫金如熙的保安。但不管江吉英如何询问，他都沉默不语，只是一直在画画。尹华平上前一看，发现他画的是朴日图。他询问保安是否正在画朴日图，保安顿了顿，接着尹华平拿出朴红珠的照片给他看。这突然激起了保安的情绪，对于尹华平来说，这更坚定了他认为朴红珠就是朴日图的信念。第二天，江吉英再次回到了警局，他重新翻开了母亲的笔记本，发现了一个电话号码，于是拨打了过去。得知那是贤珠高中时最好的朋友韩美珍的号码，便决定去找她。而在另一边，崔允向尹华平汇报了昨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两人在猜想朴日图是如何从崔尚贤身上转移到了朴红珠身上的。江吉英找到了韩美珍经营的小吃店，但是韩美珍一知道他的来意，就急忙离开了。江吉英束手无策。此时，尹华平打电话给江吉英，他也就离开了。韩美珍等江吉英离开后，便带着孩子回家了。等车时，韩美珍心神不宁，差点把孩子丢了。幸好崔允及时出现了。韩美珍决定把自己当年的所见告诉他们。她亲眼看到朴红珠杀害了贤珠，她惊慌失措地跑到了教学楼门口，在那里碰上了保安金如熙。金如熙上楼检查情况后，她面露惊恐，催促韩美珍快离开，并且警告她不要对别人提及此事，因为害怕。她之后并没有报警，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但是后来，她曾试图向金如熙询问有关贤珠的事。金如熙突然失控，掐住了她的脖子，警告她不要再提这件事，否则他们都会有危险。因此，韩美珍一直不敢再提起这件事。第二天，尹华平和崔允再次来到了分享之手的活动现场。尹华平趁机试探朴红珠，但朴红珠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常。崔允还送了一个开光的十字架给朴红珠，朴红珠接受了十字架。两人越来越困惑，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梁神父找到了他们，告诉他们，恶魔附身时间过长或太强大的话，可能会与宿主融为一体，不再是原来的那个人，而变成了纯粹的恶魔，难以与普通人区分。尹华平回想自己和叔叔被附身时都会失去右眼的视力，认为这或许是判断的方式。此刻的朴红珠因为十字架而感到浑身不适，他对尹华平和崔允怀恨在心。晚上，江吉英接到了贵阳镇警察局局长的电话，得知被关在精神病院的金如熙逃脱了，他马上给精神病医院打电话。医院的人告诉他，金如熙在他来访后开始说话了，他不停地叫着韩美珍的名字。江吉英担心韩美珍的安全，便去店里找她。韩美珍的丈夫告诉她，有个奇怪的大叔刚到店里，那人一直在不停地喝水。与此同时，尹华平看到了一起凶杀案的现场。崔允打电话告诉他，金如熙可能见过朴红珠。尹华平意识到自己看到的地方就是韩美珍的家，意识到韩美珍可能有危险。三人赶到韩美珍家后，发现韩美珍和金如熙都已身亡，韩美珍的儿子被他保护得很好。尹华平再度面对被朴日图伤害的人，不听崔允的反对，想用刀杀掉朴红珠。他想永远阻止朴日图伤害别人，但朴红珠是国会议员，杀了他代价巨大。尹华平却不在乎这些。尹华平找到朴红珠，追问他是否就是朴日图，还问他的右眼是否看不见。朴红珠不断地挑衅尹华平，尹华平怒极拔刀，想要杀掉他。就在这时，朴红珠的保镖出现，他们把愤怒的尹华平带到警局，尹华平被拘留在警局里。崔允和江吉英去警局探望他，两人责备他太冲动，但尹华平并不后悔，他只想不惜一切除掉朴日图。崔允不懂尹华平为何如此执着，即使他们也失去了家人，也没这么冲动。两人离开警局，崔允向江吉英表明，尹华平太冲动，不宜再参与此事。他决定独自去寻找朴日图。后来梁神父在谈话中告诉崔允，尹华平曾失去家人，那是在他被附身的时候，大家都以为是他影响下发生的，他因此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崔允这才理解尹华平的执着。第二天，崔允请梁神父帮忙约见朴红珠，他保证尹华平出狱后不再纠缠他，并承诺会管理好尹华平，希望他能释放尹华平。朴红珠最终同意了，但尹华平被释放的同时，有另一个人也被释放了，那人是朴红珠派来监视尹华平的。第二天，崔允去精神病院打听调查金如熙逃跑的原因，他怀疑朴日图可能来过这里。尹华平又回到了爷爷家吃饭时，一个奶奶希望爷爷帮忙看看他被附身的孙女，他孙女能看见奇怪的东西，像小时候的尹华平，但尹华平的爷爷不想让他听见，他也不想让尹华平参与，所以赶走了奶奶。晚上，尹华平去了那位奶奶家，他询问孙女的情况，决定去他女儿家看看。第二天，尹华平到了他女儿家，但他女儿一知道是他妈妈让尹华平来的，立刻就把尹华平赶走了。尹华平刚给楼下那位老奶奶打完电话，突然
一个站在楼前的男人被飞来的石头击中致死，这让尹华平吓呆了。紧接着，警察赶到现场，并注意到尹华平是目击者之一。江吉英见状，立刻把尹华平拉到一边，询问他为何在此。尹华平随即向他解释了自己的经历，并且透露死者的女儿可能是被附身了。而江吉英在问及死者妻子的同时，也试图探听一些关于他女儿瑞妍的情况。夜幕降临，瑞妍的奶奶得知这消息，从乡下匆忙赶来。奶奶一直在劝说瑞妍的妈妈，希望能为瑞妍施行驱魔，但瑞妍的妈妈依然拒绝。此时饥饿的瑞妍由她妈妈让奶奶带着去吃东西，于是奶奶安排瑞妍和尹华平在外面碰面。尹华平询问瑞妍她都看见了哪些东西，瑞妍显得有些害怕，尹华平便安慰她，并分享了自己小时候也能看见不寻常事物的经历。瑞妍随后把她所见的告诉了尹华平，还提到了一个名叫朴日图的人。尹华平意识到这一切肯定和朴日图有关，送走了瑞妍和她奶奶后，尹华平去找崔允，告诉他一个新的附身事件发生了，而且是瑞妍的父亲遇害了。第二天，趁瑞妍的妈妈去警局接受询问，尹华平和崔允趁机到瑞妍家。崔允把一个十字架放在瑞妍手里，那时瑞妍表现正常，没有任何异常反应。接着，崔允询问瑞妍何时开始看到持刀之人，以及这些情况是如何发生的。瑞妍告诉了他们，说是从2个月前开始看到，随着时间推移，那些邪灵离他越来越近，让他感到非常害怕。崔允对尹华平说，这些邪灵正在接近瑞妍，但他还没有完全被附身。尹华平则表达了对于瑞妍父亲之死可能是瑞妍造成的担忧。随后，他又询问了瑞妍父母对他能看见鬼的态度。瑞妍透露他的父母因为他的这个能力常常吵架，最终导致分居。由此可见，瑞妍内心感到十分内疚。同时，瑞妍还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每次坐在父亲的车里，他总能看到一个穿红衣服、戴黄耳环的女鬼。每当他向父母提及此事，父母总是勃然大怒。就在尹华平准备进一步询问时，瑞妍的母亲回到了家，她看到尹华平和崔允在场，显得非常生气。她立刻开门，要求他们离开。就在这时，瑞妍盯着门口，她一步步后退，全身不停地颤抖。崔允意识到情况不妙，赶紧过去捂住瑞妍的眼，告诉她别看门口。可已经晚了，此时的瑞妍已被附身。崔允拿出十字架放在瑞妍的头上，为瑞妍驱魔。看到这一过程的母亲终于同意尹华平他们的驱魔。尹华平将瑞妍所说的那个女鬼的信息告诉了江吉英，希望他能帮忙查查。崔允因为失去工作，只好找来教堂的驱魔神父，但神父只做了简单的祈祷，并没进行真正的驱魔。神父离开瑞妍家后也说没发现什么恶魔，也不愿意去实施驱魔仪式。面对这种情况，崔允打算自己来进行驱魔。与此同时，江吉英也发觉了异常，那就是死者生前总在同一个地方自拍，因此江吉英开车去了死者经常拍照的地方，发现那个路口悬挂着一个寻找目击证人的横幅。他打电话一问，才知道这条路几个月前发生了一起女大学生被撞身亡的事故，因为地点偏僻，肇事司机至今未找到。那个女大学生生前穿着红衣，戴着金耳环。江吉英把这些情况告诉尹华平和崔允，他们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死者会去找瑞妍，还微笑着向他挥手。三人来到监控室，发现自从死者与妻子分开后，他仍然频繁来这个小区。事情渐渐明了，原来瑞妍看到的其实是他父亲，是被女鬼附身的父亲。他们怀疑瑞妍可能是亲手杀了父亲。另一边，瑞妍在家中突然说窗外有人，但她奶奶和妈妈都没看到。这时，瑞妍竟然从书包里拿出一块大石头，并说她上次就是用这种方法消灭了那个可怕的恶魔。瑞妍的妈妈立刻明白了，是女儿杀了自己的丈夫。就在尹华平他们想通了事情的真相，并判断他们家可能还会有人被附身，他们急忙前往瑞妍家，但瑞妍已经被附身。他打开家门，让一群恶灵进了家。瑞妍被附身了，但他妈妈和奶奶都没察觉。尹华平他们赶到瑞妍家时，才知道瑞妍已经离家出走。他们分头寻找，但都没找到瑞妍。他们找到瑞妍的妈妈，向她透露了真相。他们知道是瑞妍杀了自己的父亲，而瑞妍的父亲早就被附身。他们询问瑞妍的妈妈，希望了解瑞妍被附身的原因。瑞妍的妈妈回家后，把一切都告诉了他们。三人终于明白了瑞妍被附身的缘由。他认为妈妈不爱他，心里一直很有压力。他们猜想瑞妍可能还会回来，对他妈妈不利，于是决定留下来守候，等待瑞妍回来再进行驱魔仪式。三人离开瑞妍家，江吉英准备给警察局打电话告知此案的凶手是瑞妍。尹华平不同意，两人大吵一架。崔允前去告诉江吉英尹华平小时候的故事，江吉英对尹华平心存内疚。这时，瑞妍给妈妈打了通电话，希望尹华平他们三个能快点离开。瑞妍的妈妈于是给尹华平打了个电话，说瑞妍刚给他打过电话，让他们赶紧都上楼。但等他们上去的时候，瑞妍的母亲已经抓住机会走了，去了瑞妍叫他去的那个地方。三人赶紧去找瑞妍和他妈妈。尹华平突然看到
瑞妍在楼顶举着砖头往楼下他妈妈那里砸了下去，三人急忙跑到事发地点，只见瑞妍的妈妈已经被砸倒在地，幸好她还有一口气。可他们上到楼顶时，瑞妍已经不在了。崔允接着去地下室找，最后在地下室的一个房间里找到了瑞妍。但尹华平和江吉英赶来的时候，崔允已经被瑞妍锁在了房间里，房门也打不开了。崔允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给瑞妍做驱魔仪式。突然身体剧烈疼痛，像是被刀割，四周的恶灵都在攻击崔允。崔允终于从房间里出来了，但他疼得晕过去了。江吉英赶紧把他送医院，尹华平则一直守着瑞妍。他心里特别内疚，觉得是自己非要崔允做驱魔仪式，崔允才会出事。尹华平让陆光去医院看看崔允，还让他再找个驱魔的人。好在崔允醒过来了，但他依然坚持要回地下室给瑞妍驱魔。崔允再次出现时，尹华平的内疚更深了。崔允叫尹华平去瑞妍父亲车里找那个附身的东西，摧毁它，他驱魔会容易些。他们分头行动，尹华平和陆光去找东西，江吉英和崔允带着瑞妍去他妈妈病房做仪式，两边都进展顺利。尹华平找到并摧毁了那个东西，崔允用母爱感化瑞妍，真正的瑞妍回来了，母女俩紧紧抱在一起痛哭。第二天，尹华平和崔允再访瑞妍家，询问瑞妍恢复的怎样。瑞妍表达了对母亲的愧疚，尹华平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来安慰瑞妍，同时提到了朴日图这个名字。瑞妍听后说他爸爸见过朴日图。尹华平原本以为朴红珠就是朴日图，就给瑞妍看了朴红珠的照片，但瑞妍看后表示可以帮他们看一下朴红珠身上是否有朴日图。于是崔允带着瑞妍来到教堂，等着朴红珠，但瑞妍并没有看到朴红珠身上有朴日图，两人很吃惊。朴红珠不是朴日图的附身者，那朴日图又会在哪呢？之后瑞妍的奶奶带着瑞妍来到陆光的算命店，希望给瑞妍的进行降神仪式，这样瑞妍就不会看到奇怪的东西了。而尹华平在最后问瑞妍有没有看到他身边有他的母亲和奶奶，瑞妍告诉他他的身边一个人都没有。听这话，尹华平心里挺难过，他以为是自己妈妈不想见他。有一晚，朴红珠一个人走进了一个黑暗的隧道，没想到在那里他竟见到了尹华平日夜追寻的朴日图。朴红珠请求朴日图把尹华平他们三个人赶走。这时候尹华平来到了崔允家，崔允看起来很痛苦，脸色苍白，好像又是那剧烈的疼痛，连门都是摇摇晃晃的依靠墙壁才开的。但他对尹华平说自己只是感冒了。尹华平对崔允说，找朴日图的线索可能得从崔允哥哥那里开始找。崔允于是拿出了哥哥的遗物，在这些遗物里，尹华平意外地看到了自己父亲的戒指。与此同时，尹华平失踪已久的父亲出现了，他的父亲手里拿着刀，回到自己住的地方，面对着满是十字架、耶稣像的桌子祷告。尹华平拿着父亲的戒指，心中满是疑问。他打电话给爷爷，向爷爷询问关于父亲离家的事。爷爷表达了对父亲失望的心情，说自己没法坐车，也去不了找儿子，更别说去看尹华平了，对尹华平感到非常愧疚。从爷爷那儿没问到有用的信息，尹华平就去警局找江吉英，希望江吉英能帮忙查下父亲尹根浩的住址，并告诉他父亲的戒指出现在崔允哥哥的遗物里。江吉英查到尹根浩经常和人起冲突，有过不少案底，最近一次是在一家教堂。江吉英去教堂打听尹根浩的下落，教堂的负责人告诉他，尹根浩常在附近的人力事务所找点工作，勉强为生。所以江吉英和尹华平在人才事务所门口等他父亲出现。尹华平看到一个像父亲的人就跟了进去，可惜那人不是，正打算离开。这时他的父亲真的出现了，但父亲看到他一瞬间吓得脸色大变，立刻逃离。尹华平追上去，没想到父亲拿起刀来威胁他离开，口中还喊着他是恶魔。看着父亲这么排斥自己，他心里很不是滋味。江吉英打电话给崔冲，希望他能代替尹华平去看看尹根浩。崔允便去了尹根浩的住址，去问他关于朴日图的事。一听这事，尹根浩就想让他走，但是崔允告诉了他，他是崔尚贤神父的弟弟。尹根浩听后才把那晚发生的事全部告诉崔允。尹华平逃跑后，他也出去找尹华平，没找到尹华平，却遇见了崔尚贤神父，他就跟着崔尚贤上了山。看到崔尚贤正准备上吊，尹根浩紧抱他的腿，想要救他下来，但崔尚贤却弄断了他的手指，并抓住了他的戒指。同时崔尚贤告诉他，他将是下一个死的人。朴日图还在他家里，他因为害怕就离开了家，但他没停止搜集关于朴日图的信息。尹根浩把多年收集的信息给了崔允。从尹根浩家出来后，三人在小酒馆见面。尹华平非常伤心，不停地喝酒，他抱怨着他父亲，渐渐地喝醉了。崔允把尹华平送回了家，给他买了水和吃的。崔允和江吉英去了尹华平家乡的贵阳镇，了解朴日图的传说，但村里人都不愿意提那个倒霉名字，只有一位奶奶给了他们点信息，说村里有位孤僻的老人可能知道更多，建议他们去碰碰运气。没想到奶奶说的那个老人竟是尹华平的爷爷。但当提到朴日图，
他爷爷非常生气，正想赶他们走，崔允就说了自己的身世。尹华平的爷爷这才平静下来，开始讲述朴日图的事，告诉崔允他们关于尹华平附身时的事，说他也查过最初被附身的人，并给了他们那个人的资料。两人找到了那个初次附身者的家，向那里的老人打听情况。老人告诉他们，他曾经见过那个被附身的人，他现在只记得那人儿子叫李尚哲。晚上，尹华平再去人力事务所找父亲，却看到有人在欺负他父亲。尹华平立刻上前揍了那个人，可是父亲看他的眼神还是满是恐惧，并告诉他朴日图还在他身上，说崔尚贤神父是被恶鬼附身的。尹华平把这事告诉了崔允和江吉英，三人决定各自去确认一下真相。尹华平到了父亲的家，隔门询问了父亲当天发生的事。父亲告诉他，是爷爷让他去杀尹华平，为了消除尹华平身上的朴日图。尹华平听后非常震惊，我离开爸爸的家后，马上给爷爷打了个电话询问情况。尹华平的爷爷否认自己说过那样的话。崔允向尹华平的爷爷了解那天的详细经过，爷爷承认那天他确实外出了一段时间，家中只剩下他的儿子和尹华平。崔允弄清楚情况后，试图给尹华平打电话，但电话打不通，两人决定开车回家。崔允到家，意外发现尹华平就在家里坐着。崔允把他调查到的信息告诉了尹华平。尹华平听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感到非常苦恼，他不知道该相信谁的话。此时尹根浩打电话给尹华平的爷爷，他希望爸爸能尽快逃走，以免被邪灵附身。尹华平的爷爷还没弄清楚地址，电话就被挂断了。第二天，尹华平急匆匆地赶回乡下，到爷爷家。到了那里，却发现爷爷不在家，但在一个纸盒子里找到了许多公交车票。爷爷以前说过，他闻不了汽油味，不能坐公交车，现在却有这么多车票。尹华平感到非常震惊。这时，尹华平的爷爷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儿子。尹华平的父亲这才知道，真正的朴日图是他的父亲，而不是自己的儿子。晚上，尹根浩叫尹华平到自己家，告诉他真正的朴日图是爷爷。尹根浩想让尹华平和自己一起逃跑，就在这时接到了一个公用电话，是找尹根浩的。尹根浩接完电话后，突然被附身了，他用灭火器将房东砸死了。当时尹华平背对着正在接电话，他进来就想攻击尹华平，幸好被尹华平躲开了。尹华平看到自己被附身的父亲，非常担忧。尹华平和被附身的父亲尹根浩发生了激烈的打斗，闹出的动静引起了旁人的注意。尹根浩迅速逃离了旅馆。尹华平为了防止父亲伤害他人，紧追不舍，但在一个路口，他最终还是失去了父亲的踪迹。无奈之下，尹华平返回了案发现场，检查旅馆老板的伤势。这时，他听到了警车的声音，为了能找到父亲，他匆忙离开了案发现场。根据目击者的描述和监控录像，警察将尹华平和尹根浩列为犯罪嫌疑人，并下发了紧急逮捕令。江吉英不相信尹华平会是凶手，他向组长承诺会亲自劝说尹华平去警局解释。江吉英拨通了尹华平的电话，他希望尹华平能去警局阐述实情，但尹华平告诉他，父亲被附身了，旅店老板可能是父亲杀的，但他现在不能去警局，他需要尽快找到父亲，要不然父亲还可能会伤害更多人。江吉英还是觉得尹华平先去警局比较好，他说他和崔允会一起帮尹华平找到尹根浩，但尹华平已经挂掉了他的电话。这时候，崔允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正要接电话，尹华平出现了，让他别接江吉英的电话。尹华平告诉崔允，尹根浩身上有东西附着，杀了人，我们俩都成了嫌疑人，我们得快点找到爸，希望崔允能帮忙。崔允关闭了手机，决定帮尹华平。于是，尹华平和崔允去了尹根浩以前工作过的工地。陆光守在劳务所门口，等着尹根浩出现。在等待的时候，尹华平突然想回家看看。回到家，发现家里有人，本以为是爸，结果是从老家来的爷爷。面对可能是真正的朴日图的爷爷，尹华平有些害怕。同时，爷爷之前的谎言也很伤心。尹华平问了爷爷好几个问题，爷爷伤心至极，气愤地离开了家。同时，江吉英也来到了尹华平家门口。原来他一直在找尹华平，他也来到了劳务所，看到陆光后，威胁他告诉尹华平的位置。陆光受不了威胁，告诉江吉英尹华平在前面的工地。江吉英来到工地，但只找到崔允。崔允希望江吉英能让尹华平晚点去警局，他不想让尹华平再失去父亲，不然他的人生会更加的痛苦。但江吉英告诉他，警察迟早会抓到尹华平，被别的警察抓到的话，情况会更糟。崔允同意了江吉英的看法，于是就告诉他尹华平在哪里。尹华平看到江吉英出现就跑了，江吉英也追了上来。在高警官的帮助下，江吉英抓到了尹华平。尹华平被带到警局，尹华平把所有情况都告诉了高警官，但作为嫌疑人，我只能待在审讯室。江吉英告诉我，他会和崔允一起去找我爸。于是，江吉英和崔允在工地等我爸出现。同时，江吉英还告诉崔允他了解到的朴日图故事。朴日图是真实存在的，第一个被附身的人的儿子告诉了他这一切。他的父亲以前是朴日图的司机，
而朴日图一直在秘密杀人，但家族势力强大，总是压制住消息，并把他送进了疗养院。这家疗养院位于贵阳镇。朴日图最终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作为祭品杀害之后，他自愿化为恶鬼。朴红珠的真实身份也令人震惊，大家原以为朴红珠是被朴日图附身的人，实际上他和朴日图是亲戚，朴日图其实是他的远房叔叔。现在朴红珠来医院探望自己的父亲，向父亲打听朴日图的事情。父亲感叹他和朴日图有几分相似。朴红珠的眼神逐渐变得很厉。与此同时，江吉英又一次来到了小旅馆。这一次他有了重大发现，他发现一个目击者正在偷窃。警方通过这个人得知了真相，原来这名目击者目睹了尹根浩杀害旅店老板的全过程，但因为他当时是为了偷钱才来，所以并未报警，他还撒了谎。就在这时，崔允接到了尹根浩的电话。尹根浩告诉崔允，他打算去找尹华平，在原来的地方结束未完的事。因此崔允去警局等候尹华平，并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尹华平。尹华平明白了自己是父亲最痛恨的人，他也清楚父亲会回到老家，并计划在那里杀了他。于是他们三人一起回到了故乡。这时尹华平的爷爷也回到了贵阳镇。尹华平的爷爷看到尹根浩回来了，心里虽然高兴，但看到尹根浩的状态也很担忧。尹华平在车场再次目睹了案发现场，当他回到家时，却发现爷爷已经躺在血泊中。爷爷对尹华平表示了深深的愧疚。爷爷失去意识后，尹华平看到了自己的父亲，他立刻追了上去，在后山一个无人的地方，父亲用绳子勒住了尹华平的脖子。就在那一刻，尹华平掏出了父亲的婚戒。尹根浩突然恢复了清醒，看着自己的儿子，心中充满悔，并告诉他离开这里越远越好。但最后尹根浩再次被邪灵占据，他来到桥边，用刀子刺瞎了自己的右眼，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尹华平直到最后都没能救出自己的父亲。尹华平抱着父亲的遗像来到医院，探望因失血过多而昏迷的爷爷。他告诉爷爷，他会好好安葬父亲，请爷爷放心。他之后前往火葬场。崔允、江吉英和陆光一直陪着他。尹华平在等待父亲骨灰的收骨室里，思绪回到了父亲附身后与他的对话。霍允和江吉英可能会因他而丧命，就像他的父母一样，长时间待在他身边，他不禁开始担忧起来。因此尹华平从收骨室出来后便告诉他们，尹华平决定放弃追寻朴日图，同时也不想再与他们有任何瓜葛。崔冲和江吉英以为尹华平只是因为悲痛过度，他们对他的行为表示理解，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寻找朴日图的决心。江吉英离开之后，梁神父出现，与崔冲一同去用餐。用餐时，梁神父对崔允透露，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朴日图还在尹华平体内，可能是尹华平隐藏得太深，或者是尹华平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体内藏有朴日图。但崔冲深信不疑尹华平，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梁神父随后说，他将回上荣市把这事儿了结。葬礼过后，尹华平来到了医院，看到爷爷昏迷在病床上，他心里充满了愧疚。他向爷爷袒露自己的误解，感到非常抱歉。此时的尹华平泪流满面，心中愧疚万分。但当他走出病房，踱步在走廊时，突然右眼剧痛，幻觉出现，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右眼流血了。同时朴日图就在他的前方，但他却无法抓住。从医院出来，尹华平和陆光一起喝酒。尹华平发誓一定要将朴日图撕成碎片，同时也不能再连累崔冲和江吉英。此刻崔允告诉江吉英，他打算前往贵阳镇询问有关尹华平的事。江吉英则决定跟踪朴红珠，以便知道朴日图的下落。受到高警官的启发，江吉英决定吓唬朴红珠，让他自己去寻找朴日图。江吉英的计划奏效了，朴红珠果然感到恐慌，离开了办公室，独自一人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地方。同时江吉英也目睹了朴红珠的秘密会面。与此同时，崔允也抵达了贵阳镇，他拜访了曾给尹华平做法事的巫婆。巫婆向崔允透露，尹华平身体内的厉鬼已被压制，同时那个大鬼还告诉他，他是绝对不会从尹华平身体里出来的，尹华平将会像小时候一样看到不该看的。而此刻的尹华平在家门口竟然看到了父亲，他一路跟随着父亲到一个电话亭，看到父亲拿着电话之后，父亲就消失了。尹华平告诉陆光，他见到父亲，他也意识到父亲是因为旅店的那通电话才被附身的，他便一直拨打电话，可就是打不通。另一边，江吉英的行为也给刑警队带来了影响。朴红珠将警局领导和刑警队组长臭骂一顿，高警官私下里询问他与尹华平的关系。在高警官愤怒的追问下，江吉英把一切经历的事情都告诉了高警官，但高警官却对他的鬼神之说表示怀疑。江吉英只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他来到警局门口与崔冲会合，崔冲向江吉英透露，尹华平体内仍潜伏着朴日图，但江吉英对此表示怀疑，并告诉崔冲梁神父行为可疑，朴红珠曾与他会面。崔冲却不肯相信梁神父会是朴日图的藏身之所。在紧张的追寻中，他们偶遇了来向江吉英道歉的高警官，结果高警官不慎被一个司机持刀刺伤腹部，江吉英便不再追捕，急忙把高警官送往医院。
与此同时，那名司机则回到了朴红珠那里。朴红珠对司机的举动感到非常愤怒，将他隐藏了起来。尹华平经过多次电话尝试，最终锁定了电话的位置——上荣市的一座教堂。尹华平心生疑团，在他试图矫正一枚倒挂的十字架时，他的右眼又突发剧痛。梁神父将这一切告知了崔冲，而崔冲一直在尹华平家门外等候。尹华平回到家中，见到了崔冲。崔冲把关于朴日图仍在尹华平体内的猜测告诉了他，这让尹华平十分生气。他没想到崔冲会怀疑他，他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后准备离开，但就在那一刻，他突然预见到了江吉英即将遭遇危险的场景。原来是高警官约他见面，并声称要带他去见一个知道朴日图的人。直到江吉英坐上车在路上时，他才意识到高警官的状态很不对劲。尹华平和崔冲也开始赶往江吉英所在的位置。尹华平感觉到江吉英的危险，急忙给江吉英打了个电话。可就在这时，高警官得知尹华平和江吉英仍然保持联系，他怒不可遏地对江吉英大吼。江吉英感到越来越害怕，急促地告诉尹华平自己的所在位置。高警官听到后，竟然直接把车撞向路边的土堆。撞击过后，江吉英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却看到高警官正从后备箱中拿出一把刀向他走来。他本能地赶紧锁紧车门，但高警官用尽各种办法想要闯入车内。江吉英抓住机会逃了出来，然而高警官紧追不放，两人最后跑进了附近的一栋废弃建筑。江吉英把自己锁在了一个房间里，稍等片刻，原本在房外大吵的高警官突然安静了下来，没想到他竟然从窗户爬了进来。江吉英这才发现高警官被恶鬼附身了，心里既感到内疚，也觉得害怕。两人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江吉英被高警官推下楼去，幸好他及时抓住了楼外面的一根绳索。就在他和高警官对峙时，尹华平和崔允赶到了。尹华平竭尽全力把江吉英拉回来，而崔允则去追捕高警官。尹华平把江吉英安全送到车上后，正准备给崔允打电话，高警官突然返回，试图偷袭尹华平，却被尹华平喷了一种东西在眼睛上，失去了抵抗能力。尹华平随即将他捆绑起来。当崔允回到现场时，发现尹华平和高警官在交谈，他误以为尹华平是朴日图，以为他们在密谋什么大阴谋。实际上，高警官在那里对尹华平进行蛊惑。崔允迅速上前抓住了尹华平，并把尹华平从迷惑中唤醒，但他心中仍旧存有疑虑。江吉英醒来后向崔允解释，尹华平不是朴日图，只是被人蛊惑了。他请求崔允去帮助高警官。尽管如此，崔允对尹华平的怀疑依旧。在进行驱魔仪式时，崔允因对尹华平的猜疑，不断在祈祷中警告尹华平，因此他的祷告并未奏效。高警官利用这一点挑拨两人关系，并向崔允透露了附魔者的预言。崔允为了避免尹华平和江吉英听到，崔允急忙让尹华平带着江吉英离开。之后，崔允把圣水洒在高警官头上，最终起到了作用。尹华平在安慰完江吉英后，也回到了驱魔现场。这时，高警官的妻子打来了电话，江吉英接听了电话。他虽然没有透露高警官的位置，但他不停地向高警官的妻子表示歉意。在驱魔仪式进行中，崔允的祈祷一直未能生效，高警官的伤口再次开始流血，看来他撑不了多久了。崔允忽然注意到地上的圣水，想到圣水也许能起效，于是他和尹华平分头寻找水源。就在崔允制作圣水的过程中，高警官身上的附魔者意识到了不妙，决定自杀离开。尹华平及时赶到，成功控制住了高警官。江吉英也在不懈地劝解高警官。就在崔允准备好圣水的时刻，驱魔仪式终于取得了成功，高警官终于恢复了正常状态。第二天，尹华平和崔允去医院探望了江吉英，但崔允对尹华平依然心存疑虑，不愿意与尹华平多说话。崔允在回家的路上，附魔者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他的身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伤痕。尹华平则在陆光的店内休息，陆光看着这么劳累的尹华平，心里充满了同情，不停地劝他休息一下。尹华平和江吉英对高警官被附身这件事产生了怀疑，他们决定去医院查看监控录像，但发现那天下午的录像被人删掉了。两人怀疑是梁神父进入了高警官的病房。与此同时，崔允来到了陆光的店铺，询问了尹华平最近的情况，并告诉陆光，尹华平的父亲临终前说朴日图还在家里，所以尹华平很可能就是朴日图。陆光表示他不信这一点。崔允离开陆光的店后，直接去了尹华平的家，亲眼目睹了尹华平捂住右眼痛苦呻吟，这让他更加确信尹华平就是朴日图。因此，崔允掏出了驱魔的工具，两人发生了冲突，但尹华平最终手软了，让崔允试试看。崔允发现十字架对尹华平并无反应。尹华平把梁神父是朴日图的证据告诉了崔允。回家路上的崔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在他哥哥杀害全家，让他孤苦无依的童年中，正是梁神父给了他温暖。他最信任的人就是梁神父，而现在却听说梁神父可能是朴日图，他简直不敢相信。他随后来到了梁神父的教堂，发现神父不在，
于是他进入了神父的办公室，在那里找到了令人震惊的证据：神父的圣经被全部涂黑了。这让他感到非常震惊，梁神父真的可能是朴日图，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尹华平来到陆光的算命店，却发现陆光不在。原来陆光去了尹华平的老家，寻找崔允提到的藏在尹华平家中的朴日图。陆光确实发现了线索，但这也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危险。朴日图紧追不舍地跟着陆光，尹华平正和陆光通电话，陆光就要告诉尹华平朴日图的身份。这时朴日图再次出现，掐着陆光的脖子。朴日图的身份仍然是个谜。陆光临终前仍在守护尹华平，对着朴日图怒吼，嘱咐他不要伤害尹华平。陆光终究是死在了贵阳镇。朴日图这时候又把尹华平家里的东西藏了起来，他转过头，没想到朴日图竟然是梁神父。梁神父正在做弥撒，崔允发觉梁神父把祷告文稍微改了改，他也没有喝圣餐的葡萄酒，更别说吃圣餐的圣体了。崔允在大家面前质问梁神父，但教会的人认为他是被驱魔影响了精神，也没人信崔允的话。另一边，华平赶到贵阳镇找陆光，找遍了也没找到，只好求助江吉英。江吉英打电话给警察局长求助，却被拒绝了。之后，江吉英出现在朴红珠的颁奖典礼上，在那里，他看到一个女人在大声要求朴红珠下台，于是他就去问那个叫金杏子的女人关于朴红珠的事。得知江吉英想抓朴红珠，金杏子同意和他聊聊。金杏子在家里拨给江吉英听他和朴红珠见面时录的音，还拿出了朴红珠挪用捐款的证据。江吉英询问了朴红珠和梁神父的关系，金杏子告诉了他一切。江吉英更相信梁神父就是朴日图，而帮朴红珠的人肯定也是梁神父。朴红珠得知江吉英访问了金杏子，急忙给梁神父打电话。梁神父让他安抚金杏子，别闹出事。朴红珠也就答应了。梁神父借故生病，离开了教堂，利用教堂的关系将崔允软禁起来。崔允的脑海中全是小时候梁神父的关怀，他不愿意相信梁神父是恶魔朴日图。晚上，尹华平看望了爷爷，准备继续找陆光，但在路上，他看见陆光似乎在指引着他，直到他来到陆光离世的地方。华平回到车里，内心依旧忐忑不安，心跳加速。就在这时候，江吉英打电话给华平，希望他能先回上荣市一趟。华平本想拒绝，但崔允说他找到了证明梁神父就是朴日图的证据。听闻此言，华平加快速度去和两人会合。崔允向华平展示了梁神父涂改过的圣经，并告诉他是自己向陆光透露朴日图还留有东西在他家里，因此陆光才会前往贵阳镇寻找证据。知道真相的华平气愤地给了崔允一个拳头，崔允也感到内疚，低下了头。第二天，崔允因为受到教堂的惩罚被软禁了。与此同时，华平和江吉英在医院一家家的寻找梁神父，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江吉英回到警局后，发现金杏子曾给他打过电话，他立刻给金杏子回了电话。金杏子告诉他，他打算把掌握的关于朴红珠的证据交给警察。江吉英表示愿意帮他联系刑警队。就在金杏子准备出门的时候，朴红珠突然来访。面对朴红珠提出的好处，金杏子毫不动心，并且把他赶了出去。但金杏子的一句强盗彻底激怒了朴红珠，愤怒之下，朴红珠下了狠手，他随手抓起重物砸向了金杏子。事后，朴红珠惊慌失措地给梁神父打电话。此时梁神父正在华平爷爷的病房里，正准备对华平爷爷下手。幸好他接了电话，急匆匆地赶往金杏子家。面对眼前的局面，梁神父只得帮朴红珠处理现场，并催促他赶快离开。这时候，江吉英一直在尝试联系金杏子，因为电话一直无人接听，他便和高警官一起赶到了金杏子的家。看到金杏子家里异常整洁，江吉英感到了疑惑。最终，在门口的垃圾袋里发现了带血迹的物品，警方于是立刻展开了调查。而梁神父在处理金杏子的尸体时，发现他尚未死透，遂对他施了魔法。同时，他让朴红珠把知情的司机送过来，同样对这名司机进行了魔化。华平为了找出梁神父的行踪，一直尾随着朴红珠的车，终于他也来到了梁神父藏身的山中。华平趁机把梁神父给绑了起来。就在这时，江吉英打电话给华平，华平如实向江吉英汇报了自己和梁神父的所在。江吉英随即把金杏子的情况告诉了华平，于是华平向梁神父追问金杏子的尸体下落。梁神父回答说他已经回到了他应去的地方。江吉英意识到金杏子可能就在他的家中，同时江吉英给崔允打电话，告知他华平和梁神父在一起的情况。崔允决定不顾恶灵的预言，前往山上帮助华平。崔允正急匆匆往山上赶的路上，两件大事发生了。其中一件是江吉英和其他人亲眼目睹金杏子在家中刺瞎了自己的右眼，自杀了。另外一件事是一个被邪灵控制的司机突然持刀刺向华平。崔允到达华平和梁神父所在之处时，只见尹华平已经倒卧在地，而梁神父却早已不知去向。崔允本来打算先把华平送医院，
但华平担心朴日图会再次逃脱，所以催促崔允快去追梁神父。可是崔允没有追上梁神父，反而碰上了被朴红珠附身的司机。崔允刚掏出十字架，却突然感到被邪恶预言所困扰，痛苦难耐地跪倒在地。就在这时，朴红珠的司机冲出马路，直接撞上了飞驰而过的货车。与此同时，金信子的自杀让江吉英面临着队里的惩处。被送往医院的尹华平在梦中重温梁神父曾说他未能守护自己想守护之人的话。他惊醒后，连忙给照看爷爷的大爷打电话，询问爷爷最近的状况，却被告知爷爷已经被转院了。而带走爷爷的正是梁神父。江吉英联系贵阳镇的警方了解情况，得知带走尹华平爷爷的是医院的一辆救护车。可是这辆救护车的司机在前一天晚上自残双眼自杀了，而警方已经开始将梁神父视为嫌疑人，在积极搜寻。得知这些消息的尹华平怎能心安理得的继续留在医院接受治疗呢？于是他不听崔允的劝阻，坚决要出院去找爷爷。同时江吉英也接受了刑警队的处罚，被停职接受调查。江吉英没有丝毫迟疑，接受了处罚，因为这样他就能抓住机会去寻找朴日图。离开警局后，江吉英直奔医院会合华平和崔允，三人便开始了寻找朴日图的旅程。崔允也向教堂的神父报告了情况，并从神父那里了解到，以前也有人向教堂反映过梁神父的异常，但都没被重视，所以三人决定先去那位神父家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那位神父告诉他们，梁神父家里确实曾有人被恶灵附身。梁神父是一个母亲怀孕后便去世的孩子，他母亲生下他不久就去世了，于是他被别人领养了。在他的亲生家庭中，他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在上荣市靠修鞋为生。江吉英得知梁神父家中被附身的人是李哲龙，也就是说，那个朴日图附身的第一个人是司机。华平也记得以前有附魔者提到过相同的事，朴日图会紧追不舍，不会放过目标，就像年前朴日图附在了李哲龙的身上，而现在又附在了李哲龙的儿子梁神父身上。华平也意识到朴日图可能会杀害他们三个，就像以前那些人一样。同时华平想起陆光曾经告诉过他的另一个杀死朴日图的方法，那就是被朴日图附身的人自杀，用这种方式来牢牢封锁这个强大的恶鬼朴日图。但是尹华平并没有把这个方法告诉崔允和江吉英，三人继续踏上寻找梁神父的旅程。这时尹华平又看到了朴日图所见过的场景，甚至发现了新的凶杀现场。他们急忙赶到案发地点，发现被附身的人刺瞎了右眼，冲到他们的车前指了一个方向。华平知道那是朴日图在引导他们前往他所在之处。三人驾车继续沿着被附身者指示的方向前进，但这只是众多谋杀现场中的第一个。人们心中都有不公平感，或者遭受非人的待遇，会滋生怨恨和不满。一旦这种怨恨和不满被放大，人就会变得不再像人，而变成了一个恶魔。朴日图在带着尹华平的爷爷离开藏身之地的过程中，也不断利用这种心理状态附身于他人，让他们变成恶魔，去伤害无辜之人。最终梁神父来到了圣灵疗养院，使得疗养院中的人都被魔化。德林村这个疗养院所在的地方也可能变成一座死城。通过自身的能力，尹华平也看到了朴日图所见的路标德林村。三人得知梁神父正是在德林村建立了疗养院，于是他们便来到了疗养院院长的家。没想到院长早已被附身，正准备杀害自己的家人。三人合力将院长制服。就在这时，崔允突然感到身体剧痛难忍，为了不让华平和江吉英担心，他匆忙离开。华平追上去询问情况，崔允只好坦白告诉他，这些都是附魔者预言过的，前2次已经成真了，如果再一次进行驱魔，他就会死亡。另一边，江吉英从院长妻子那里得知梁神父今天曾来找过院长。突然院长家的门响了起来，是另一名被附魔的警官。江吉英与之交手。就在这时，尹华平和崔允赶回来，帮忙制服了对方。三人决定下一步他们要直奔疗养院，找到梁神父和尹华平的爷爷。他们到达疗养院，开始分头搜索。华平对江吉英说，绝不能让崔允再做驱魔，他会找到另一种驱除朴日图的方法。然而不幸的是，最终找到华平爷爷和梁神父的是崔允。华平和江吉英也来到了天台，他们及时出现，阻止了崔允对梁神父施行驱魔仪式。华平透露，他有别的方法可以消灭朴日图，但是意外发生了，梁神父竟然选择了跳楼自尽。与此同时，德林村被附身的村民们也都恢复了清醒。幸运的是，没有发生更严重的事故。三人赶忙跑到楼下查看梁神父的状况。梁神父表示自己终于得到了解脱，说完便闭上了双眼。同时华平也找到了自己失散的爷爷。三个人以为朴日图的事情终于画上了句号，他们期待着生活能够重新回到平静。但是那个晚上，华平再次梦见了被附身的崔允哥哥。惊醒之后，他发现一直昏迷的爷爷手指竟有了动静。奇怪的是，醒来的爷爷却认不出华平。随后
华平给江吉英打了个电话，希望他能帮忙整理一下家里的东西，准备送到贵阳镇。因为爷爷的身体还未完全康复，他需要留在爷爷身边照顾，因此他暂时无法返回上荣市。华平把爷爷接回家，安顿好后，他拿着酒和刺身去海边祭奠陆光。这时，崔云打电话来告诉华平，他正打算前往德林村了解村民的复原情况。华平邀请他稍后来家里坐坐，崔允接受了邀请。这一切看似都是最好的结局。随后，华平回想起陆光来贵阳镇的原因是为了寻找朴日图留下的某物，却不幸丧生。于是他返回家中开始搜寻，终于在屋子的背面，他似乎再次看见陆光在那里挖掘着什么。华平也迅速开始寻找，最后他发现了陆光当时看到的东西，那是朴日图的遗体，遗体旁放着爷爷和他的合影。华平终于意识到朴日图不是梁神父，而是自己的爷爷。在另一方面，崔允正检查那些被附身村民的身体状况，却发现他们体内仍然潜伏着恶魔。他意识到事情还远未结束，于是拨打华平的电话，但无法接通。接着他又尝试联系江吉英，这时江吉英正在华平家帮他整理行李。正当他拿到冰箱里的一瓶泡菜时，接到了崔允的电话，了解了整个事情的经过。他心里慌乱，手中的泡菜不慎掉落地上，地上的泡菜瓶碎了，露出了藏在里面的黑鸟。江吉英急忙让崔允立刻赶往华平爷爷的家，但是他们还是来迟了。华平带着震惊的心情从屋子后面走了出来，他看到了本应无法行动的爷爷竟然在外面吃着饭。他追问爷爷是否他就是朴日图，看来朴日图已经把全部的真相告诉了华平。原来朴日图从未真的伤害过华平，但由于华平具有灵媒的体质，他能够看见朴日图的真实形态。同时华平也是一个很合适的容器，可是他身上太纯净，没有一丝邪念。为了保护华平，爷爷只好让朴日图附身在自己身上。但朴日图并不满足，他的目标是要附身于华平，因此朴日图残忍地杀害了华平的妈妈、奶奶和爸爸。这一切只是为了在华平心中制造裂痕，以便于能更容易地附身于华平。此时朴日图开始用爷爷的生命来威胁华平，华平则想要用自己的身体来彻底消灭朴日图。于是华平决定接纳朴日图。当崔云赶到华平爷爷家的时候，华平已经在自己身上刻下了封印朴日图的咒语，准备在朴日图吞噬他之前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是现在的他变得很不稳定，甚至差点伤害到了崔允。为了不让崔允受伤，华平独自一人跑向了大海。但在路上他遇到了江吉英，江吉英跟随华平来到了海边，他把已经走入大海中的华平拉了回来。但此刻的华平已经不再是他自己了，他拿起刀子朝江吉英刺去，幸好崔允及时赶到，三人在海边激烈扭打，危机四伏。就在这关键时刻，江吉英提醒华平，他曾说过要找到杀害母亲的朴日图报仇，还说过要保护崔允。这番话终于让华平恢复了清醒，他拿起刀子对准自己的眼睛。江吉英及时将崔允救出水域，但他们却怎么也找不到华平的踪影。第二天，搜救队只找到了陆光的遗体，华平却杳无音信。1年后，崔允和江吉英约定一起去贵阳镇纪念华平。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际，却听说有人一直在给爷爷寄东西。他们决定一同去寻找这些神秘邮件的来源。就在1年后的今天，他们在这个海边小镇再次见到了华平。原来华平一直在担心朴日图会复出，所以他一直留在这里未曾离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人类没有恶念，恶灵或许就无法附身了。